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出门啊，果然还是好天气啊。刚刚呢，我在出发前调了一下单车，其实呢还是有一些爬坡档是在你上坡时候会比较轻松一些。但我前几天汽车一直没有打开所以呢有一些坡比较陡的话呢，真的是爬不上去。那我今天试着调一下这些转换档位的，看看这些功能管不管用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 Kingsway 上面向着 Metro Town 的方向骑行。这段路呢，我从那边过来骑过2回了，但从这边骑向 Metro Town 呢，还是第一次今天主要是盛情难却，在这边的朋友呢，非要请我中午吃个饭，大家说说话所以呢，就约在了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的 Metro Town 的一个丽晶广场，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比较多的地方。说有一个茶楼，广东人说喝茶呢，其实就是吃饭，约在这么个地方。原本呢要开车来接我，但是我觉得这点路我骑个单车就到了，顺便可以在街上骑车，就当锻炼身体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向梅球汤的方向骑过去应该不用20分钟吧。
就有朋友说呢，在某些加油站啊，可以有免费打气的服务，但是也有一些呢，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加油站呢，现在都是要钱了。所以我路过这个加油站过来看了看，果然呢，这边还是有免费打气的服务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单车前后2个轮胎都打了点气，这样骑起来要爽很多。这个单车呢，可能我朋友说啊，好久没用了，多多少少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漏气。虽然我昨天呢尽量把它打足了，结果去到Deer Lake 的时候呢，那边有很多的坡，再加上呢我对这些换挡啊不是很熟，结果有很多路段呢我是根本骑不上去的。但是我刚刚在这个加油站打了气以后，感觉这个气啊足了很多啊，看看现在骑起来会不会更轻松一些。这里有家店啊，刘姥姥砂锅麻辣烫，哈哈，中国的现在很多的这些餐馆啊都开到这儿来了，而对面呢就是一个叫康乐的中国人的 market， 说买菜相对比较便宜一些，当然我没有去过啊。所以也想找个机会呢，看看这些大家生活相关的一些物价的情况。但是呢，我只能跟我很多年以前在这边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那个记忆相比啊。但毕竟来讲呢，好多年过去了，物价呢往上涨也是正常的事。如果你每年都在这边生活，你可能就会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啊，因为它也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涨的。但是自从疫情之后呢，明显的可能物质不足吧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，造成了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还是很厉害。就北美西方国家呢都在加息啊，所以希望能够控制这个物价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还是升得比较明显。就像我前2天去 Metrotown 那边呢，就看到那个 food court， 就是那种食街，看到那些一个套餐，这一个午餐啊，都是10几块钱了。可是我记得7、8年以前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这个时候吧，就才不到5块钱啊，或者6块钱左右，那整整涨了1倍有余了。虽然说工资也在增加，但是各方面的支出啊也是越来越多。比方说年轻人要负担这个更高的房价等等，其实工资虽然涨了一些，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。这个也是现在这些国家，像加拿大、美国，估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。果然啊，加了一些气以后呢，就骑起来爽利了很多呀。看来这个轮胎只要缺点气啊，骑起来就是很费力。那我现在知道了啊，就离我住所不远的一个加油站呢，就可以免费打气，而且这个气啊打起来很快。我真的担心它别一下子给轮胎打爆了。
边骑车呢，你当然可以骑在行车道上啊，但是车非常的快，但它又没有专门的骑行道，所以有时候就不得不像现在这样借道行人道。好在呢，行人道上的行人很少啊，所以应该也不会对过往的行人造成太多的困惑。这样呢，虽然慢一点啊，但是安全系数就高了很多。加拿大啊，温哥华就是一个移民的地方，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街上啊有很多的不同的文字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在这边生活，他们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，甚至用他们的文化来为自己的同胞服务，所以这里是一个这方面很包容的地方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移民啊愿意不远万里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度。对面呢就是 Hudson Bay， 结果那天去找 ICBC， 在里面兜了半天从这边看其实非常方便，很容易找到。面对着呢就是 Metro Town 更新换代之中，看到那个楼是越长越高了，可以想象那楼上的景色应该是非常棒的，可以眺望四周，甚至可以看到美国也不一定今天不知道几度，忘了看了，但是明显的体感温度呢要比昨天要冷了不少。虽然我穿的我的夹克衫，但是呢感觉我的手还是冰凉。
对面呢就是梅球汤的 shopping center 啊，从这边呢可以开车入库。我要去的目的地呢是丽晶广场啊，就在我的左前方。我的眼前呢就是丽晶广场啊，它也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Crystal Mall。这个门前呢也可以停靠单车的啊，所以我就准备我把我的单车呢也放这了。从这边走进来呢，稍稍有一些冷清啊。其实就跟国内的那种2、3线城市的一个小商业中心类似，稍稍呢也做了一些装饰，但是呢其实非常实用啊，就是一个圆圈围成的一个商业的小商圈，里边呢五花八门，各种服务设施、餐饮具备啊。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，然后呢，通过几条环形的长廊就可以进到室内啊。因为这边冬天比较冷，进到室内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去你想要找的那些店。这边有个长城换汇啊，今天刚刚听到澳洲有个长城换汇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公司，结果被抓了。据说要罚很多钱。其实这些换汇公司呢，都是跟地下的钱庄啊挂钩的。见的最多的招牌呢，就是留学啊、办理移民啊这些。这边又是一家换汇公司啊。
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正对着 Metro Town 原本有的商圈，但是边上现在也起了好多的新楼，所以已经跟这个丽晶广场的连通到一起了。我们就随便的走走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名字完全跟国内的这种小餐馆是一样的，寻香食堂，中国风味。边上呢还有个 Crystal Dental Center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地下停车的入口，前面呢应该有个警察局啊。看看这小餐馆有什么吃的，一个饭的套餐吧，大概就是17块钱左右啊，不到20块钱。当然你也可以点一些其他的单品。总之呢，吃餐饭一个人呢最低消费20，再加上一些小费啊，可能20到30这个尺度吧，也就是100-200人民币左右。这边呢就是 Hilton 这个酒店的一个后门了。还是到里面去比较暖和一些。理发店，2个人在一块儿。就各种商铺呢，你看上去比较简陋啊，而且呢，看上去人流很少，生意应该是马马虎虎，甚至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啊。但即便这样呢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的要挤到这个地方来移民呢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啊，我也回答不出来。相信呢，只有身在其中啊，经历过的人，他才能够明白个中的酸甜苦辣。总之呢，这里就是一个小世界啊，各种各样的设施，尤其是服务性的这种设施呢，也是应有尽有。很多电信商店。
这边呢就是丽晶广场下面的一个市场，其实就是水果啊、蔬菜啊、干货啊这种市场，也是什么都有啊。你看粽子、各种包子啊、炒货。当然也有卖些海鲜的。你看啊，这里有很多的水果，火龙果2.99，这里蔬菜也不贵啊，1块8毛9一磅。还有一些粮油商店啊，其实跟国内的一个县城里面的一些商铺啊，卖的东西都差不多。这边有各种各样的肉，还是看着蛮新鲜的。其实大的超市呢，其实都有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还是愿意到这种人挤人的地方来采购。当然有一些像我们中国人才有的一些干货，这边可以发快递不知道发到中国还是发到加拿大境内的。又是一个肉档，对面呢就是叫好邻居的一个菜场，这些白菜看上去不错，1块多，上海白菜。香港式的生龙海味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去到这个菜市场的楼上这边呢应该是一个 food court， 就大家会在这边吃饭的地方。前2天呢，我到这边呢还专门吃了一餐饭，但是没来得及跟大家展示。今天呢，稍稍的跟大家来看一看。你看啊，就是这个楼上呢有这么一个吃饭的地方，当然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为主，因为这里的店基本上都是中国餐。老张煎饼果子，这个不错啊。这个呢应该是鱼粉、鱼蛋粉，上海小吃啊。大概一个餐呢10来块钱还算经济。港式的小吃，烧腊专门店。广东人是很爱吃这些叉烧盐焗鸡烧肉等等。这又是一家上海的小吃店。这里呢就已经到了马路了。这个已经到了马路上了。我刚刚其实就是站在这个街边走出来对面呢就是梅雪烫的
shopping mall 了。这里起了好多的楼啊，但是有些楼呢其实是旧的，正对着2个楼是旧的，后面那个都是新的。看到红了的枫叶，对面呢就是伯纳比的一个图书馆。有很多的小餐桌在这边，供大家呢坐一坐，吃东西啊。对面也有很多的店，牛肉粉、马来美食等等吧。这边还有一片区域，这边呢有更多的这种小吃店啊，港式茶餐厅、也是茶餐厅，土豆粉，唯一一家关着是日本料理。西安的小吃，桂林米粉，四川菜啊。看到这里比较多的店呢，有那么几种，一种呢当然就是吃嘛，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啊、餐馆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旅游，因为这边毕竟来讲啊，都是移民，很多人来了要去，去了要来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办理各种留学、居留、工作、签证啊等等这样的咨询公司。然后呢，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类的设施、休闲类的啊，都有。那跟这些旅游公司并列的呢，可能就是一些找钱的公司啊。这边呢就已经到了汇丰银行了。前几天我还刚刚来过。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啊，利息增加，所以你要分期付款来买一个铺或者租一个铺的话呢，压力比以前大很多啊。所以我看到这边有很多呢都是 for lease 的状态，就是出租，说白了就是没人来租。反过来讲呢，就是挣钱不容易啊。但这边也会有一些教育机构啊，兴趣爱好的，像那种乐器啊、画画啊，当然也有一些补课的单位。移民公司就非常多。有移民呢，一定有钱的问题啊，就是你这个钱怎么能够弄进来？站在窗口看一看这些红砖砌起来的房子，就感觉好像回到了英国伦敦北部的一个小镇。我记得就这种风格，连天气都有点像。
好了，今天呢就是到丽晶广场，等一会儿呢跟朋友一块吃饭，稍微来早了一点，就到这边来闲逛一下。那我就在这个food court这边呢结束我今天的拍摄，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至于说那些准确的价钱啊什么我就不说了，就大家可以从我的视频当中呢去停下来看一看啊，那些餐饮、那些菜场里面的价格，自己呢去换算一下，看看有多少人民币，你大概就可以了解这边人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水准和状态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拍到这里为止吧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下一段旅途再见，拜拜。